大家好，老架一路第3节课懒扎一，接上式金刚捣对。动作一，松左胯，重心右移，右拳由拳变掌，沿中线上穿，左手逆缠下按，身法朝向左侧前方。动作二，松右胯，双手逆缠，画圆对拉，打开。左手合于左膝，右手合于右膝。好，3，领右膝，同时左手变顺缠上领，同时提右膝，身法朝向右斜前方45度，两手掌心相照。好，松胯下沉，开步合手，右脚脚后跟内侧落地，右脚踏实，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右手逆缠，同时重心当走后弧右移，左手在右手小臂内侧，随右胯相合做顺缠，两手对拉，右手外捧打开，左手划过小腹丹田，顺势叉腰，还原定势，身法中正。好，再来一次。动作一，松胯螺旋，重心右腿上穿下按。好，2，再松右胯，双逆缠外捧打开，重心到左腿，身法右侧斜前方。3，双顺缠画圆提右膝，两手掌心相照。4，放松下沉，开右步合手，左手掌根合于右手小臂内侧。5，松左胯，身法左转，两手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同时重心来到右腿，合右胯，身法右转，两手对拉，左手划过小腹丹田，顺势叉腰，右手合于右膝上方，松左胯，身法螺旋回正，重心右腿。好，再来一次。正面1，上穿下按，重心右腿。2，画圆打开。3，提膝亮掌，身法右侧前方。4，开步合手。5，松胯螺旋，左顺右逆，当走后弧，重心右腿，松右胯对拉打开。6，还原定势，放松下沉。好，4个方向看一下。侧面接上式金刚捣对变懒扎一。好，1、2、3、4、5、6。好，对向1、2、3、4、5、6。好，背向1、2、3、4、5、6。好，收拾。好，各位老师们，懒扎一的动作重心要点。首先第一，咱们通过上一节课的身法左右螺旋，是通过当胯的折叠和开合所产生的动作变化。那么本堂课的金刚捣对转懒扎一，第一个要点也是同上节课一样，两手相合于丹田前方。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左胯的松合和右胯的上下折叠，要带动髋关节随身法的转动，带动两手遇左先右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感受。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第二个细节就被引出来了。很多老师会主动的让自己的手，就是我们的梢节，主动向上向外去交叉画一个力圆，这个动作是错误的。我们要通过什么呢？从侧向观察，通过身法的向左转，让身体的中轴螺旋起到以身带手的作用。所以两手只是在我们的身前中线做了一个上穿下按的动作，两手是不能超过自己的中线。然后穿过来之后呢，我们再通过右胯的松沉，身体的右转，重心的左移，带动两手双逆缠向外打开，合于左膝右膝上方之后，领右膝同时重心下沉，来将两手转化为双顺缠提右腿。这一段动作和咱们前面所讲的金刚捣队的转身和右胯提左膝的动作要求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个重点细节会跟老师们再去说一下，让老师们在后边的课程多强调多注意。在提右腿的过程里面，左腿是重心腿，右腿上提，左腿呢要反而下沉，找到相合，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是稳的，并且膝盖不晃。同时开步的过程当中，不要去摔右腿，一样要求大家通过左胯的螺旋放松下沉，让重心先向下降，慢慢的将右腿向外打开，形成左腿7分力，右腿3分力的一个重心变化。千万不能一到这儿，哐，把右脚摔到这个位置。这个是上节课专门说的一个强调点，这节课再强调，以后咱们每次遇到这个地方都会跟大家去提醒一下，不要忘记它就可以了。好，那么下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两手画圆的过程当中，左手在上是哪里？左侧太阳穴高度上方外侧，右手在右侧胯间外侧，一个是两手掌心相照，一个是抱圆相合，不要把手展得特别开，或者是在这儿合得特别小。两手大大方方的掌心相照，把右腿提起来。在开步的过程当中，老师们别忘了，咱们的每一次下沉是不是都要伴随着当胯的左右螺旋和上下的折叠？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不能在开步的时候向上向下相合，而是通过身体的由右向左螺旋，形成了一个两手左手折叠推捧，右手顺缠拨掌相合的动作。它是一个这样的身法，通过身体的螺旋将两手带动，形成一种合挤的外形变化，就形成了咱们的动作。不要将双手的梢节画大圆上下相合，如果画大圆上下相合，身法的左右螺旋是不是和身体就脱节了？没有以身领手，周身相合一体的一个外形的尽力体现。这是我们的第3个细节。最后我们第3个细节到这儿呢，咱们想想缠丝，左手搭在右手的小臂内侧，捧掌立掌相合，右手这个时候重心左腿松左胯，翻掌移重心，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合右胯摆掌，单手的正面缠丝动作就打开了。但是咱们的左手呢，并不是搭在右手里面一动不动，而是在右手逆缠的同时，左手同时做了一个顺缠，去找好像是两个手像是一个小陀螺一样，右手的逆缠拨掌带动着左手掌根形成向外，你看右手向外抽拉，然后左手在右手的小臂内侧进行滚动翻掌，这是一个小鞭子。那么左手呢，在放松向下顺缠下沉的时候，又形成了一个向下抽动的小鞭子，让我们的右手又形成了逆缠的外捧，两个手之间相互照应，相互依托，形成了咱们开步时两手螺旋对拉打开。这个时候最后一个重点细节，身法朝向于右侧斜前方，放松回正下沉时不要直接向下做，
而是要通过左胯的上下折叠，轻松左胯，你会能感觉到左脚脚后跟内侧产生了一个蹬地的力量，推着咱们的身体旋转回正。右手这个时候顺势衔接着身法的左转，形成顺缠向外推掌的动作。最后中指朝上，掌根坐腕下沉。我们的身体动作达到了尽力的相合以后呢，眼神这里会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是看正前方还是看右手指尖远处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都可以的。有的老师为了体现动作身法的松沉，他可以看到正前方，身法安舒，中正安逸。那么有的老师会体现身法的尽力方向，所以他就会看中指远处前方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都可以的，因为太极拳它是百家人练百家拳嘛，所以呢不用去太过于在意这个细节，看看我们追求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你就不矛盾了。这是我们懒扎一的动作外形以及动作细节要求。那么补充最后一点，我们在做懒扎一的过程里面用到的最经典的动作要求就是当走后弧，开步相合，翻掌当走后弧移重心，合胯放松回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重心移动，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重心来到了右腿。有很多老师在做懒扎一的时候，重心最后定势是回在了中间，而不是在右腿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在转化重心的时候用到的方式不是当走后弧，而是拧膝盖。这个课程咱们不会再跟老师们去过多强调缠丝的内容当中。如果有希望学习缠丝的老师们，可以去线下跟同学们去沟通，去了解当走后弧的运用和运化。好，这是咱们的懒扎一。